癌症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因为它往往在毫无声息中夺走人的生命。每年全球因癌症死亡的人数约有上千万。在我们的社会中，癌症已经连续数十年高居死亡原因的首位。许多人都知道癌症致命，但却不清楚它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悄悄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想象一下，一个看似健康的人，生活如常，却在某天突然被诊断出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在此之前，他也许没有感到明显的不适。癌症是怎么做到的？它是如何在暗中发展壮大，最终让人无力回天的呢？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揭开这个无声杀手的致命秘密。在我们的身体里，数以兆计的细胞各司其职，维持着生命的运转。正常情况下，细胞分裂、生长都有严格的控制机制。老旧或受损的细胞会自我凋亡，由新的细胞接替。然而，有时候也会出现一次意外，某个细胞的基因在分裂时出了差错，产生了变异。这个突如其来的错误可能有许多成因，例如暴露在香烟毒素、放射线等致癌物质下，导致 DNA 受损，或者只是细胞在无数次分裂中一次不走运的随机失误。不管原因是什么，一颗危险的种子就此诞生了。这个突变细胞开始不受控制的生长，违反了原本应遵守的规则。它不再听从体内发出的停止生长信号，也不按时走向凋亡，仿佛变成了一个叛逆的不死细胞。就这样，一个癌细胞在悄然无声中诞生了。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并非对此毫无防备。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像一支巡逻队伍，随时在寻找和清除异常的细胞。事实上，每天我们体内都可能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细胞，但多亏免疫细胞的警觉，它们及时将这些叛徒解决掉，防止祸患扩大。然而，刚诞生的癌细胞有时候能够隐藏自己的异常，它可能暂时看起来和正常细胞差不多，不会立刻引起免疫系统的注意。此外，一些癌细胞还会释放特殊的化学信号，迷惑免疫细胞，让警察误以为一切正常。就好比巡逻的 T 淋巴细胞，本来发现了可疑目标，正要上前围捕，却被狡猾的癌细胞亮出伪造的良民证，蒙骗了过去，只能莫名其妙地离开。就这样，这颗叛变的细胞在体内躲过了第一轮追捕，暗中存活了下来。起初，这个由单一细胞演变而来的微小异类，团队规模很有限，几个细胞变成几十个，再变成几百个，数量呈指数般增长。然而，即使增长了成千上万倍，这团细胞在早期仍然微乎其微，小到肉眼无法察觉，更不会让人感觉到任何不适。想象一下，一颗肿瘤长到1公分大小时，可能已经包含了数亿个细胞，但1公分的肿瘤在身体深处通常不会产生明显症状。许多癌症在早期也是如此，它们能够在身体里潜伏生长数年甚至更久，而患者依然感觉正常，对体内发生的异变一无所知。科学研究显示，有些肿瘤从一颗细胞成长到直径1公分大小，可能需要悄悄累积5年至1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患者完全不觉察病魔正在体内滋长。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体内长了一个肿瘤，我却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呢？这是因为许多脏器对疼痛并不敏感，比如肝脏几乎没有痛觉神经。肿瘤在肝内生长不会直接引起疼痛，只有当它长大到压迫肝脏表面的包膜时，人才会隐约感到疼痛。再如肺脏和肾脏被肿瘤侵袭时，也往往到很后期才会出现痛感。此外，癌症初期体积很小，不会明显破坏组织功能，身体自然不会发出疼痛的警报。正因为如此，许多癌症在早期就像隐形的幽灵一样潜伏着，让人完全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有时候，癌症并非全然毫无征兆，只是它给出的信号过于隐晦，容易被忽视。比如患者可能出现莫名的疲倦或体重减轻，但许多人会以为只是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或者年纪增长的缘故，而不会想到这是体内潜伏的肿瘤在作祟。又或者有些部位的癌症在早期其实有轻微症状，却常常被误解或忽略。以胃癌为例，初期症状可能只是长期的胃胀气和消化不良。再以肺癌为例，
它的早期表现可能仅仅是反复咳嗽或胸口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在日常生活中实在太常见了，以至于大多数人不会立刻警觉。另外，胰脏癌更是臭名昭著的沉默杀手之一，因为胰脏深藏在腹腔，早期肿瘤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不适。许多胰脏癌患者直到出现黄疸、皮肤和眼白发黄或腹背剧烈疼痛时才惊觉不妙，此时癌症往往已属末期，错失了手术良机。就这样，癌症在种种大意与误判中继续发展，仍旧保持着它的沉默。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有些人平日看起来健健康康，偶尔的身体不适也被忽略过去，最终在某次体检或就诊时才惊悉体内潜伏着晚期癌症。许多癌症患者确诊时已步入第3、第4期，医生往往只能遗憾地告知治疗困难，预期寿命可能仅剩数月或数年。这些故事在新闻中并不罕见，每次听闻都令人惋惜，也更凸显了无声杀手的可怕之处，因为它总是让人来不及防备便遭遇犹如死刑宣判的噩耗。然而，癌症并不会永远局限在原地发展，对于许多恶性肿瘤来说，一旦成长到一定规模，它们就具备了一项更可怕的本领，那就是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移。癌症的转移指的是一些癌细胞从原发肿瘤中脱离，透过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在身体的其他地方安营扎寨，建立新的殖民地。这些游走的癌细胞犹如乘着血流的快车，在体内四处游荡，有的在旅途中被免疫系统拦截歼灭，有的则在陌生环境中无法存活。但只要有那么1-2个细胞在新的地方站稳了脚跟，悲剧的种子就此萌芽。它们可能在肝脏、肺脏、骨骼甚至脑部扎根，开始繁衍新的肿瘤。于是，原本局部的一场疾病悄悄变成全身性的威胁。这里也顺带说明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癌症的差别。良性肿瘤尽管也可以长得很大，但通常不会侵袭邻近组织，更不会转移到远处，往往手术切除后便无大碍。而恶性肿瘤具有浸润破坏和远端转移的能力，因此才会对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癌症转移正是令癌症治疗变得棘手的原因之一。原本如果肿瘤局限在一处，我们或许可以透过手术将其整个切除，或用放疗、局部消融等手段将它消灭。然而，一旦癌细胞四散到全身各处，我们就很难斩草除根。哪怕原发肿瘤被顺利切除了，隐藏在远处的癌细胞仍可能东山再起，在患者还未察觉异常的时候，癌症已经悄悄布下天罗地网。例如，一名原本健康的中年人，可能只是长期肠胃不适，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结肠里长了肿瘤，而且癌细胞早已沿着血流跑到了肝脏和肺部，在那里也长出了肿瘤。又或者某人经常头痛就医，才发现脑部竟有肿瘤，追查源头居然是几年前肺部一颗不起眼的小肿瘤默默转移的结果。这种情况无疑令人震惊，因为对患者而言，他们之前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却不知道癌症的触手早已在暗处蔓延开来。当癌症终于露出明显的马脚时，往往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患者这时才真正感受到疾病的存在，例如开始出现剧烈疼痛、明显肿块、咳血或黄疸等症状。具体会出现哪些异常，则取决于肿瘤所在的位置与性质。例如，长在脑部的肿瘤可能导致剧烈头痛，甚至癫痫发作。随即到医院一检查，冰冷的诊断结果摆在面前，显示他罹患了癌症，而且很可能已经是第3期甚至第4期。对许多人而言，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在此之前，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身体有些不太对劲，没想到体内竟潜伏着如此凶险的敌人。无声杀手往往就是这样，前期给你一种岁月静好的错觉，等到他声势汹汹的现身时，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了解了癌症如何在人体内暗中滋长和扩散，我们再来看看它究竟是如何夺走生命的。癌症患者的死亡，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被肿瘤痛死或者毒死，而是癌症对人体重要功能造成破坏所导致的结果。正如有医师形容的，癌症患者往往不是被癌细胞直接毒死，而是被癌症引起的种种并发症和身体衰竭
拖垮。随着癌症进展到末期，人的身体就像一座被内部蚕食殆尽的堡垒，各种系统开始溃败，最终引发致命的后果。总的来说，癌症导致死亡的原因可以分为几类，包括直接毁坏器官功能、间接引发致命并发症，以及全身性的浩劫。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深入探讨这些致命机制。第一类致命机制是直接毁坏重要器官的功能，这很好理解。如果癌细胞大量侵袭了某个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器官，导致该器官无法正常工作，人的生命也就无以为继。举例来说，肝脏是身体的解毒工厂，若肝脏大部分组织都被癌细胞占据破坏，肝细胞大量坏死，解毒和代谢功能丧失，各种毒素会在体内积累，最终导致肝衰竭而亡。肝衰竭的病人往往出现严重黄疸，皮肤和眼白呈现病态的橘黄色，腹部积满腹水，接着陷入肝昏迷而不治。同样，肺是我们交换氧气的生命枢纽，如果肺部绝大部分组织都被癌细胞取代，人将无法吸收足够氧气，会因呼吸衰竭而死去。呼吸衰竭临终时，患者极度缺氧，可能张大嘴拼命喘气，却无法获取氧气，仿佛被无形之手扼住喉咙般窒息离世。脑部则是生命中枢，即便一颗小小的肿瘤压迫到关键区域，都可能造成致命后果。例如，脑干掌管心跳和呼吸等基本功能，一旦脑干受到肿瘤挤压而无法运作，心跳和呼吸也会随之停止。再比如，骨髓是造血工厂，如果俗称血癌的白血病或转移癌把骨髓里的造血细胞都占满了，病人将无法制造正常的血球，继而出现严重的贫血、免疫力崩溃和可怕的出血倾向。此时，病人的状态极度危险，贫血使他们虚弱无力，稍微活动就气喘心悸；免疫崩溃令普通细菌感染都能引发高烧不退，全身败坏。而凝血功能丧失则让患者皮肤动辄出现大片瘀斑，甚至可能在肠胃或脑内发生致命大出血。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致命，更糟糕的是，它们常常同时出现，最终导致多重器官功能衰竭。第二类致命机制是全身性的浩劫，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癌症恶病质。简单来说，这指的是癌症导致病人极度消瘦、衰弱的状态。许多末期癌症病人即使吃得下饭，依然快速的消瘦，仿佛体内有个无底洞在吞噬养分。这是因为肿瘤细胞不仅自己会消耗大量能量，还会分泌一些物质干扰正常的新陈代谢，导致身体大量的肌肉和脂肪被分解。病人怎么吃都跟不上这种消耗，最终结果就是体重骤降，肌肉极度萎缩，甚至连基本的活动都无法维持。癌症末期的病人因此可能瘦得皮包骨头，双颊深陷，虚弱到连走路或坐起身都非常困难。由于全身严重营养不良，各器官功能也每况愈下，免疫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正常运作，伤口难以愈合，感染也更容易发生。根据统计，约有1/5的癌症患者最终是死于营养不良和恶病质，也就是说，他们等于是被活活耗死的。第三类致命机制可以说是癌症间接带来的杀伤，例如引发各种致命的并发症。前面提到，癌症和恶病质会让免疫系统衰退，末期癌症病人的抵抗力常常非常低下，容易遭受严重感染。以肺炎为例，当一位病人长期卧床，身体虚弱，免疫力低迷时，肺部就很容易出现感染，而引发严重肺炎。健康人或许能挺过一场肺炎，但对末期癌症患者而言，肺炎可能就成为夺命的一击。再比如败血症，指的就是严重的全身性细菌感染，它也是晚期癌症常见的致死原因之一。当细菌在血液中肆虐扩散，患者会陷入败血性休克，血压骤降，多个器官因此衰竭停止运作。在免疫力低迷的情况下，甚至平常不致命的病菌也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感染。许多时候，最终在病榻前夺走癌症患者生命的，正是一场他们无法抵抗的严重感染。除了感染之外，癌症还能诱发其他致命的突发状况。举例来说，癌症患者体内常出现血液异常凝固的现象，血栓形成的风险大幅增加。
这些血栓就像体内隐形的炸弹，一旦在错误的位置生成，就可能立刻夺命。如果血栓堵在肺部，血管会造成肺栓塞，使病人突然胸痛、呼吸困难、血氧骤降，甚至瞬间猝死。如果血栓跑到脑部，血管就会引发严重中风，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又比如，大型肿瘤可能侵蚀邻近的血管壁，导致致命的大出血。一些晚期消化道肿瘤患者会因肿瘤侵袭动脉而突然呕血或排出大量血便，迅速陷入失血性休克。还有一类间接危害被称为副肿瘤综合症，指的是某些癌细胞分泌特殊的激素类物质，导致身体内部环境严重失衡。比如有的癌症会使血液中钙浓度飙升到危险程度，病人因此出现肌肉无力、意识模糊，甚至因心律失常而猝死。尽管上述情况每一项单独看来并不如器官衰竭那样普遍，但在癌症末期患者身上，他们就像潜伏的黑暗陷阱，可能随时蹦出来夺走生命。综观上述种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从多个方面同时攻击身体，既直接摧毁重要器官，又破坏全身的平衡和抵抗力，甚至引爆各种难以预料的危机。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癌症患者往往陷入遭受多重打击的脆弱状态，可能癌细胞早已占据了肝脏、肺脏等要害部位，使病人濒临器官衰竭。同时，他们的身体早已骨瘦如柴，虚弱不堪，无力抵抗哪怕最轻微的感染。此外，他们的血液中还潜伏着致命血栓这样的陷阱，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型血栓或严重出血就能夺走最后一丝气息。到了这个地步，临终的癌症病人可能全身插满各种维持生命的管路，需要依赖呼吸器供氧和强心药物来勉强维持血压，但依然回天乏术。最终，医生们可能在死亡证明上写下直接死因，例如败血性休克、呼吸衰竭或多重器官衰竭等等，但幕后的元凶其实都是癌症。面对如此凶险又潜行无声的敌人，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医学界早已投入大量资源，致力于提早发现和对抗癌症。由于癌症在早期往往症状不明显，各种筛检工具就格外重要。定期健诊以及乳房 X 光摄影、子宫颈抹片、结肠镜等癌症筛查，都能在无声杀手尚未壮大之前将其揪出。最近的研究甚至开发出透过抽血检测肿瘤 DNA 的技术，有望在症状出现前几年就嗅到癌症的踪迹，尽早发现就能尽早治疗。一旦把癌症扼杀在初期，它就没有机会发展成后面那些夺命的局面。除了早期发现，治疗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有机会拆解这位无声杀手的武装。传统的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可以视情况切除肿瘤，杀死癌细胞，从而阻止癌症扩散。近年来兴起的免疫疗法，则是透过解除癌细胞的隐形斗篷，唤醒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辨识并攻击癌细胞，相当于让原本被蒙骗的警察重新看清敌人的真面目。还有各种标靶药物，能专门针对癌细胞的特殊弱点发动精准打击，不再像传统化疗那样玉石俱焚，伤及无辜。举例而言，过去存活率极低的儿童白血病，如今透过强力化疗和标靶药物，已可让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又如昔日愈后暗淡的黑色素瘤，在免疫疗法问世后，也出现了肿瘤完全消退、患者长期存活的奇迹。这些进步让部分晚期癌症病患的生命得以显著延长，甚至让某些过去无计可施的癌症出现了带瘤生存、慢性病化的可能。虽然癌症仍然是人类健康的大敌，但我们正在不断削弱它作为死神代言人的力量。当然，要彻底战胜癌症这个无声的杀手，道路依然漫长。即便医学进步神速，我们仍然需要持续研究，揭开癌症更多的秘密。目前全球各国也正投入巨资研究癌症，有的提出了癌症登月计划这样的宏伟目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癌症彻底成为历史。同时，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了解癌症的潜伏之道和致命机制，并且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戒烟限酒、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以及按时进行筛检体检，
都是保护自己免受这名无声杀手暗算的关键。谈癌色变是人之常情，但随着知识的不断累积，我们终将一点点撕下它的隐形面纱。或许将来有一天，癌症不再是一句绝望的宣判，而仅仅成为一种可被控制的慢性病。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高警觉，保持希望，运用知识和毅力，与这个无声的杀手展开一场持久的战斗。